全日本结了婚的男人最怕去哪儿？不是黑心公司，也不是怕老婆查手机，而是每天晚上10点以后，家里那张双人床不到2米宽，铺着软绵绵的被子，想想都害怕。床本来是两口子最放松的地方，现在呢，成了一部恐怖片。有的男人被逼疯了，拉着明明没病的老婆，非要做脑部 CT 看老年痴呆。为啥？因为他碰一下，老婆就干呕。有的男人半夜红着眼，他在律师网站上打了一大段字，老婆拒绝了几次，全记着。他要拿法律条文索赔300万，名头叫无性精神损失费。白天在外面当大爷，晚上回家装孙子。这帮人宁愿打官司，宁愿进精神病院，就是死活不肯承认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在这张半米宽的床上，他们已经整整7年没摸过活人的温度了。结婚是为了啥？为了2个人互相依靠，对吧？那分床睡是为了啥？为了第2天能好好上班，对吧？这2句话都没错，但放一块儿就把日子撕碎了。你为了这个家去拼命上班，回来倒头就睡；你老婆为了孩子拼命，晚上只求睡个安稳觉。大家都为了这个家好，结果呢？大家都把对方当成了空气。你觉得我在看日本人的笑话？你觉得他们变态？扒开那层西装看看，里头全是烂透了的疮。白天他们是绝佳的合伙人，一起还房贷，一起接孩子，默契得很。可卧室的灯一关，完了，这婚姻活生生过成了送外卖，还是无限期无接触配送，谁也别碰谁。别急着划走，深呼吸。今天咱们不扯虚的，我就带你推开那扇卧室门，去闻闻那张床上防腐剂的味儿有多冲，看看他们是怎么从干柴烈火变成了同一个屋檐下的2具僵尸，各死各的，互不打扰。不想碰了就是感情淡了，错，在日本男人眼里这是毁约。半夜1点，屋里安静的吓人，只有电脑机箱在嗡嗡响。一个40多岁的男人红着眼上网提问：老婆5年不让我碰，我能告他吗？能赔我300万吗？你以为他是个家暴男？不是，他掏出手机，打开一个加密备忘录，里头密密麻麻全是老婆拒绝他的借口，整整5年零3个月，甚至还做了个统计表，来大姨妈20%，头痛30%，明天要早起40%，天太热出汗10%。老天爷啊，这是2口子过日子吗？这他妈是在床上搞年底考核啊！婚姻是要讲规矩的，对吧？感情是要有温度的，对吧？但这哥们儿想用冷冰冰的规矩去要滚烫的温度，结果呢？他拿300万的法律条文去换男人的尊严，律师一盆凉水泼下来，法官不支持。为啥？因为法官看得透透的，当你张嘴闭嘴都是合同、违约、赔偿的时候，你老婆早就不拿你当个大活人了，你算什么老公？你就是个会喘气的提款机。男的在算计，女的在干嘛？晚上9点半，孩子刚睡，2口子坐在同一个沙发上，一个坐这头，一个坐那头，中间隔着一堆没叠的干衣服，屋里死气沉沉，只有2块手机屏幕亮着。突然，女的手机震了，是1米外的老公发来的消息：下个月房贷赚了。女的眼皮都没抬，单手回了2个字：收到。没表情包，没标点符号，多1个字都嫌累。整整3年，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：倒垃圾、接孩子、付账单。这哪是夫妻呀？这就是2个合伙人，合伙开了一家叫还房贷养孩子的皮包公司。到了半夜，地上铺着3床被子，这是老婆最后的防线。老公以为孩子睡熟了，手越过孩子，刚碰到老婆的睡衣，老婆就像被电门打了一样，浑身一哆嗦，死死拽着被角，捂住脖子，像防贼一样压着嗓子低吼：别动，孩子会醒的。老公的手停在半空，尴尬地缩回来，翻个身，长叹一口气。都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，有了孩子感情更好，但在这屋里呢，
那个盖着面包超人被子的小孩成了啥？成了老婆用来挡老公的盾牌。为了孩子好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，太对了。但就是这句最对的话，把两口子的感情杀得干干净净。老婆变成了全职护工，老公变成了带薪长工，谁也不碰谁，才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。更离谱的来了，因为碰不到，有人觉得对方脑子出了毛病。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硬生生把好端端的老婆拽到了门诊，在诊室里，他口沫横飞：“大夫，你看看他。”我拍他一下肩膀，他就干呕。他以前不这样啊，是不是大脑萎缩了？医生把男人支开，查了一圈。老婆看男人出去了，抬起头，用看死人的眼神看着医生，冷冷甩出一句：“我脑子好着呢，我就是觉得他恶心，碰一下都恶心。”好好的大活人被拖去看精神病，而真正病得流脓的是啥？是这段连喘气都嫌吵的婚姻。听到这儿，你肯定想，在家里憋坏了吧？肯定在外面瞎搞，对吧？跟电视剧里一样，下午去开房。拉倒吧，去看看日本的调查报告，一半以上的夫妻彻底不碰对方。问他们为啥不碰？没有选性格不合的，没有选外面有人的，大家伙像丧尸一样齐刷刷选了一个词：太累了。偷情，哪有那么多精力去偷情？偷吃不要钱啊，不要体力啊，连应付老婆的力气都没了，还出去瞎搞。你看那个38岁的男人，下了班，车停在便利店门口，不熄火，也不听歌，就在那股机油味的车厢里狂灌黑咖啡。他死死盯着自家2楼的窗户，他想啥呢？想初恋？屁！他在等老婆睡觉，灯不灭，他不敢上去，像个贼一样，怕碰上面，怕老婆拒绝，怕尴尬。当年的干柴烈火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被生活这个大磨盘碾碎了，就剩下冷冰冰的3个字：太累了。在外面装了一天孙子，回到家本想做回大爷，但现实是，回家还得继续演个好爸爸，演个好老公。男人在外面拼命赚钱，为了有个家；女人在家里拼命带娃，为了有个家。为了这个家，两人连命都快搭上了。结果呢，这个家建好了，人却废了，连脱了衣服抱一下的力气都没了。兄弟们，醒醒，别光顾着笑话日本人，看看咱们自己吧。你以为这是异国风情录？这就是咱们以后的下场。半夜12点，吃着凉透的外卖，手指头机械地刷着短视频，微信一响，还得拼了老命回个收到。你的魂，你的身子，早被老板、房贷、KPI 吃干抹净了。咱们都是机器上的齿轮，齿轮要什么体温？齿轮只要按时打卡，准时交房租。闭上眼，你想想，半夜把车停在地下车库，死活不肯熄火，在车里抽了半包烟，发了半天呆，才磨磨蹭蹭上楼的你，和那个喝咖啡的日本男人有啥区别？你们不都是躲在那个破铁盒子里，拼了命的想找一口气喘喘吗？不用当爹，不用当老公，不用当员工，就当1秒钟你自己。压力太大，水泥浇得死死的，透不过气，连变成毒蘑菇的力气都没了。人的那点欲望就像一滩死水，慢慢干了。屏幕前的你，今晚你用来续命的那根烟是啥？是一把游戏，是一杯烈酒，还是怎么也说不出的泪？去评论区留给岛主吧。放心，这里没人认识你。这里是用最正经的方式讲述不正经事儿的岛国那点事儿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懂。咱们下期痛快点聊。